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想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蓝色正在盛开的卡特兰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养卡特兰的一些养护心得。这一盆是泰国魔术师彩虹，它是我养过的卡特兰里面最美的一颗，光看颜色已经是明艳动人，色彩丰富多彩，就像它的名字彩虹一样，由多种色彩融合变换，非常美。花朵又很大，花的形状，尤其是它的唇瓣非常出色，中心是金色的放射线条纹，金色的波浪皱褶围绕着整个唇瓣，美轮美奂。花瓣也是带波浪边的，颜色就像彩虹一般七彩的颜色。它连萼瓣都不是单一的颜色，是苹果绿色带着金咖啡色的斑纹，整朵花美不胜收，无论颜色形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。还有它的花香是清香型的花香，非常好闻，而且在卡特兰里面它算是花期比较长的，开了3周了还没有谢的迹象。说到花期长，当然不及这一颗。这一颗呢，单花它可以开5周。这一盆呢，我养了有6年时间了，它非常易养，很勤花，每一条枝干都能开出花来，可以说是易养易花的品种，甚至分盆出来水培的也能开花。水培的这一盆开得比较早，在10月份的时候已经开过了。水培的也是每一条新枝都能开出花来，水培养出的花跟用植料养出的花一样大，也是香的。现在人工杂交的卡特兰品种越来越多，开花性和养护的要求差异很大，所以在买之前最好先做好功课。泰国魔术师这种呢就很值得拥有，它容易养，开花性很好，而且很美。这盆花在去年收到的时候，我做了一集视频，第58集跟大家分享过，是一批被冻伤过的兰花，其中有2颗都是同一个品种，就是泰国魔术师。2颗的尺寸是不一样的，这一颗呢就是其中比较大的那一颗，这是它的初花。另外小的那一颗呢还没有花。有兴趣知道它当时收到的苗情和我怎么样抢救它的，可以回看那一集。言归正传，我们说回卡特兰选品种的重要性。我这一盆养了差不多3年时间，这是它的初花。火山皇后，这是它的名签。买的时候说是成苗，但是一直都养不开花。后来才知道它是非常复杂的杂交品种，是24个原生种的后代，基因太复杂，不开花就很难追究是什么原因了。它这一次能开花，可以说是好运气了。开出的花很惊艳，很大，质地就像丝绒一般，颜色是深的紫红色，很艳丽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这花只维持了几天时间。我想这应该是跟我养护不当有关系。看这些球茎，胖嘟嘟的，很圆润，应该已经储存了大量的养分
和水分。应该在它的花打开的第一天开始就不要浇水。卡特兰开花通常我都是控水的，控水可以延长花期，控水不等于不给水。每几天我会往盆面上喷洒一些水，这一盆也不例外。几天之后花谢了，我就着急了，回过头来找原因。我觉得可能是我错了，应该从它第一天开花的时候开始，就不要给它任何的水分。看它的球茎跟其他的卡特兰相比，特别的圆和胖，水分充足，足以可以维持它整个花期。这一次算是失败的经验，等它下一次开花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情况。卡特兰那么美，那它怎样才会开花呢？第一，它必须是成熟的苗。如果是幼苗，通常要3年之后才会开花。如果你是喜欢带孩子的，那买幼苗；如果你想快点看花的，那买成苗。第二，健壮的枝干才会开花。那么在枝干成熟的过程中，就要有充足的水分、阳光和肥料。第三，要有充足的光照。如果枝干看上去很健壮，但是不开花，通常都是光照不够，应该从光照入手。叶子的颜色如果是苹果绿色，那就应该是阳光足够了。第四，需要昼夜的温差，就是要晚上低温。第五，需要温度。卡特兰基本上都是怕冷的，晚上最低的温度不要低于华氏50度，摄氏10度。如果低于这个温度，就算已经出了花鞘，它也不一定入米。入米的意思就是长花苞。以上5点就是想让卡特兰开花的最基本的5个条件。那做到这5点，是不是就一定能开花呢？那可不一定，因为有的就是品种问题，它的基因就是很难开花。开花有很苛刻的条件，我这里说的只是一般的卡特兰。如果你从来都没养过卡特兰，又很想试一下的话，我建议你选择迷你型的卡特兰。迷你卡特兰是比较容易开花的，就是我们说的小卡。好像我这一盆长得很快，就1年多的时间，长成一大盆，还分出了一盆，每一条枝干都能开花，跟大的卡特兰相比容易多了，满满的成就感。喜欢的话可以养一盆来玩一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收看。